你没有看错，这就是日本的国粹相扑。在大家印象中，是不是一直觉得相扑是男人和胖人的专利？怎么还会有女生比赛呢？如果你是这样想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相扑是历史上最早有女人参加的格斗运动，最早起源于中国的春秋时代，在当时名为脚底。在传入日本后，迅速在日本贵族的生活圈子中盛行。在当时，女性相扑其实并不受欢迎，只是想跟随业余相扑手在各地巡游表演。就是如此，他们收入还是不如男性。于是就在这种环境下，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想出，让女子相扑手和男性一样，只用一条简单的遮裆布遮盖下身，袒胸露乳的在相扑台上激烈对撞。在当时那个将三从四德奉为妇女最高行为的年代，两位性感女性往台上这么一站，这一改变能不炸锅吗？更别说还要缠斗。于是当时的女子相扑简直火爆到不行，就连皇帝都被深深的吸引，在大庭广众下带头观赏，不但自己看，还让后妃们一同看并学习学习。妃子们身着红衫绿裙对打，然后慢慢褪去衣物，那画面只能说还是皇帝会享受。这皇帝都带头看了，那百姓就没什么好顾忌了。在当时，女相扑选手之间的比赛比艺伎跳艳舞还要受欢迎，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场面。但到底是有违伦理，女子相扑风光不再，即便登台表演也不许暴露太多。到了现代，随着相扑被纳入奥运会，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事相扑运动。与日本传统的以胖为贵不同，现代女相扑选手长相甜美，梳着各式抢眼的发型，身穿紧身连体服，系上宽大的腰带和兜裆，在赛台上激烈互搏。这一改变得益于女子相扑将运动员的体重分为若干级别，女选手不必个个膘肥体壮，一身劲装，身材火辣，也可以成为赛场的焦点。如今的相扑不再是蛮力的对撞，更多的是考验双方的技巧运用。这种比赛也更具看点，经常会出现我们喜欢看的以小博大，以弱胜强。不同于女子相扑的改变，男子大多还是体态圆润，对于身材要求也极为苛刻。身高和体重的要求只有下限没有上限，体重下限是75公斤，身高下限是 1.75米。历史上最重的相扑手是一名美国黑人，名为伊曼努尔·亚伯勒，身高2.1米的他，体重达到惊人的326公斤，巅峰时期的体重甚至达到过415公斤，足足有5个80公斤的成年人那么重。接近2米的大粗腿也令他获得大象人的称号。由于体重和身高优势太过巨大，曼尼在美国的相扑赛场上战无不胜，连续获得多届美国相扑公开赛的冠军，成为家喻户晓的相扑选手。别看曼尼如此之重，但他有个如花似玉的模特女友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心里肯定十分疑问呢，为什么相扑力士总是很受美女追捧？特别是相扑最火热的日本，他们身边的妻子不是模特就是明星，再次的也是亭亭玉立的美女。要知道，这些相扑力士其实并不好看，甚至有的重量级选手脸都变形了。为何日本女孩还是争相嫁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在日本许多女孩都非常喜欢相扑力士，而且相扑力士的社会地位极高，收入也十分可观，赚的比一般的明星还要多。不同的称号收入不同，其中横纲是男子相扑的最高级称号，也是终身荣誉称号。多少日本少女将横纲视为自己的理想对象，收入高，社会地位又高。日本女孩不仅不会介意相扑手的长相，反而会在背后支持丈夫。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是，相扑力士大多不会出轨，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训练，压根儿没有时间出轨。虽然嫁给相扑手有这么多优点，但有利也有弊。相扑力士的寿命大多非常短，因为大体重的问题，他们大多数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以及心脏病，平均寿命只有57岁。所以相扑手除去训练和比赛，能陪妻子的时间也就寥寥几年。甚至到了生命后期，有的相扑手只能躺在病床，靠着妻子照顾日常吃喝拉撒睡。所以为了感谢妻子，大多相扑手80%的遗产都会留给妻子。所以你还会疑惑，为什么相扑力士总是很受美女追捧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